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。炒面很多人都爱吃，不管是宵夜还是早餐，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但是很多人都炒不好，炒出来的面又干又成坨，而且还粘锅，非常的不好吃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家常炒面的详细做法和技巧。出锅后面条不碎不成坨，鲜香爽滑，飘香四溢，非常的好吃。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包菜、鸡蛋、手工面条、小葱、辣椒、洋葱。首先我们起锅烧水，然后把面饼给它放进去。因为一块面不够吃，所以我煮了2块。在这里这种面饼给它凉水也是可以直接下锅就可以了，但是如果用新鲜的手工面条，一定要开水下锅。把面饼煮软之后，我们用筷子将它调散，用筷子给它轻轻的搅动，让面条受热均匀。面饼下锅以后，用大火将其煮开，煮面的时间大概控制在2分钟左右。在这里一定要注意，避免长时间的煮面还造成面条过熟。如果面条过熟，那么炒出来的面条就不够爽滑筋道了。在面条大概煮了2分钟之后，把它迅速的捞出来，然后再把煮过的面条放到冷水中过凉，将它撩散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过凉的目的可以防止面条内部继续的加热，而且过凉后，然后将其捞出来控干水分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少许的辅料，首先准备一个新鲜的洋葱，然后将它去头去尾不要，接着给它来上轻轻的2刀，把它外面的这一层皮给它去掉，因为这层皮不仅水分流失，而且还影响口感。然后再对半把洋葱切开，给洋葱改一下刀，将它改刀切成大概2-3毫米的薄片，将它切好之后装进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少许的包菜，然后将它改刀切成丝，加点包菜下去，炒出来的面条更加好吃，而且也更加的有营养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红椒，这是搭配颜色的，要是家里有胡萝卜的话更加的好。将大红椒清洗干净以后，去头去尾，然后再去掉辣椒籽，最后将它改刀切成红椒丝。切好之后和包菜放在一起备用。最后再准备3-4条的小葱，清洗干净之后将它改刀切成葱段。无论是炒饭还是炒面，加一点香葱下去，口感更加的香哦。切好后装进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小碗中打入2个正经的母鸡蛋，然后用筷子将它快速的划散，将蛋液搅拌均匀之后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煎鸡蛋，把锅烧热之后，要下一点点油下去，把锅转动一下，让油走遍锅身。这时候开最小的火，把鸡蛋液放下去，然后迅速的开始轻微转动锅。在转动的同时，让鸡蛋液尽可能的摊开摊薄。等到上面的蛋液全部凝固以后，用中小火把蛋皮给它轻轻的煎一下，同样是不停的转动锅子，让其每个部位受热均匀。蛋皮煎至微微的金黄色，把它煎至2面金黄色，然后出锅，最后放在案板上给它改刀切成鸡蛋丝。一定要注意不能切得太细，否则在炒制过程中很容易碎掉。切好之后装进碗中，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要加1勺的生抽，再来上少许的老抽进行调色，最后给它来上一点点的食盐还有鸡精，用勺子将它搅拌均匀，把所有的调料给它充分的搅拌至化开，然后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开始烹饪，锅中下少许的食用油，
把油烧热之后，加入大蒜，把它爆香，将洋葱和包菜倒进来，然后快速的进行翻炒，把洋葱等配料炒出香味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我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加入辣椒丝，把配菜炒出香味，炒至断生。这个时候把沥干水分的面条给它倒进来，继续开大火把它翻炒均匀，把面条炒散。如果面条实在是太长的话，可以提前用剪刀剪成小段，以防止面条全部的粘连。再一团面条下锅以后，把它稍微的煎一下，然后再炒至干香。接下来开始调味，把刚刚调制好的料汁给它倒进来，调味过后继续的进行大火翻炒，迅速的把调料翻炒均匀，让面条染上酱油的颜色。哇，这个时候闻起来就非常的香了。接着把煎好的鸡蛋丝加进来，然后继续的开大火将它翻炒均匀，炒个30秒左右，将它炒出蛋香味。在炒制的过程中，尽量的不要让面条成坨，要将它用筷子挑散。在出锅前把葱段放进来，然后继续的开大火将其翻炒均匀。无论是炒粉、炒面或者是炒饭，一定要在最后加一点香葱下去，这样的口感更加的香。最后把葱段炒至断生，炒出锅气就可以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我的口水已经不自觉的流出来了。就这样一道鲜香爽滑、好吃还不上火的炒面就炒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炒面，面条爽滑劲道，不碎也不成坨，里面加了鸡蛋、包菜、洋葱等辅料，吃起来的营养也比较丰富，而且自己在家里面做也更加的健康和卫生。学会了这样炒面条，比外面买的还要更加的香，每次我都炒一大盘都不够吃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